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超魔界村》这款游戏是系列的第3款作品，我录制的版本是《超魔界村改》，区别呢在于《超魔界村》的原作1991年出品在超任的平台，《超魔界村改》2002年移植到了 GBA 平台，但是呢它得到了很大的强化。现在我选择的是一个自定的模式，这个模式下呢，不用2周目就可以打到最终 BOSS， 这是比较好的。做出这种调整，应该是考虑到游戏是出品在了掌机平台，要考虑到掌机的续航，并且呢，在这个模式下，玩家可以对关卡进行选择。你大体上可以认为，这个模式下有3条路线。那只通关一次是无法体会到所有的游戏内容的，但是原作的话呢，只有1个路线，这3条路线呢就意味着多出了很多关卡，这些关卡呢都是后来重置的、重新制作的原创关卡。我捡到了一个青铜铠甲，这个青铜铠甲的作用是增强武器的威力和性能。现在又捡到了黄金的盔甲，这个黄金盔甲呢，也是和前作一样，可以进行蓄力攻击。火的蓄力就类似于一个护身的效果，这个效果在当前的场景还是比较好用的。还有一点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，就是 GBA 版的《超魔界村改》，那它的颜色太艳丽了，这个是 GBA 的性能决定的。所以说我又花时间调整了一个画面的滤镜，让这个颜色看起来更淡一些，这样更符合魔界村的氛围吧。好，看这个关卡的效果。那这个模式下，我在这儿就捡到了终极的武器，这个武器呢不能够蓄力，好处呢是可以攻击敌方的子弹。但是本作的这个武器比前作性能上下降了，一次呢只可以扔出1发，在这发武器消失之前，你不能扔出第2发，而且攻击的范围也下降了。这个骷髅车呢，它一会儿它是要下坡的，因为地面的地形会改变。第1关的流程就不短，难度也很高，所以说很多小伙伴可能当年玩这款游戏甚至没有见过第1关的 BOSS， 这里呢咱们就要见到它了，是一只秃鹫吧，一只大鸟。它呢会从嘴里吐出蛋来，这是纳美克星的鸟吗？还能孵出小的啊！看这个脖子，把头伸出好长，哇，这个怪好污啊！好的，它挂了，那咱们捡到钥匙，下一关。这次给大家录制呢，我就一直是走中间的路线了，这应该也是默认的一条路线。咱们需要攻略7大关加上最终 BOSS。这个场景和大魔界村的第2关场景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关卡的流程设计上，但是怪物的刷新位置等等就不一样了。还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呢，本作可能很多小伙伴看到了，加入了2段跳。你看2段跳在这个位置的意义非常大，你可以不走上面，不走上路，走下路，然后呢利用2段跳从这个沙坑的中部跳过去。这个在前作是无法实现的，前作你如果一旦落入了流沙中间，那这条命就没有了。这个大家也知道，魔界村的容错率是相当的低的，一个错误1条命。能不能给我个空让我进去？好，看这个火，它的移动速度呢比前作要慢了，但是攻击范围还是那么大。好，我捡到了一个弓箭。那弓箭的这个武器，因为咱们有了黄金盔，有了青铜盔，那弓箭呢就从2发变成了3发，而且呢它有了跟踪的效果。这个跟踪效果是很好用的，在攻略流程当中，尤其是清一些小兵的时候好用。
但是要注意，它的跟踪效果呢，一直持续的过程当中，你是无法扔出下一发子弹的。这个护身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了，不要盲目的使用这个武器，有敌人的时候你再用，不然呢，敌人扑过来，你的子弹在外边没回来，这就尴尬了。啊，快跑！好的，前方不远是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是一个，你可以认为是一只大号的红魔。它呢可以召唤小红魔，还能够扔出2种能量波来打你，而且呢也会突进。这是一种好大呀！突进的时候你就蹲下，用这个子弹打 BOSS 就是安逸。一会儿这个子弹还会回来的。好的，干掉。召唤的小红魔还没等出手，如果让小红魔出手了就危险了。第3关，那咱们选中间的路线。所以说这个游戏你如果想完全的打一遍这个模式，需要打3遍起码。好，这个地方它就有一点像前作的恶魔舌头那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虽然呢，恶魔舌头在前作是第3关，但是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难的地方。这个关卡也基本上差不多吧。你看这个平台，有的呢它能掉下去，有的移动非常缓慢，有的移动非常快，有的呢又一会儿快一会儿慢。等一波吧，等一波。这个地方我刚才没有信心能跳上去。看这个平台啊，它就非常快。然后这个是掉下去的，你需要马上起跳。所以说，想要玩好这款游戏呢，首先你要对关卡特别的了解，就是所谓的背板。那第二呢，在一些随机的突发的状况，你又要有自己清醒的判断的意识，能够做出即时的反应。这也是为什么《魔界村》这款游戏这么难的原因，就是它对玩家的要求太高了。看这个桥后面已经塌了，很多地方你要争分夺秒的过，万一错了，你停了1秒，你就这个地方过不去了。好，赶紧跳过去。BOSS 战呢也不远了，这个 BOSS 也是老熟人了，是那只龙。这个龙打哪儿就都成了。看打他身体呢，他身体也会爆的。他贴着地面这发其实是打不到我的。那咱们这个人物的被攻击判定是这样，他是要略小于这张人物贴图的，尤其是上半身。好的，第4关啊，第4关是一张经典图。进去之后，大家就发现了是这个村子。这种野狗还是狼啊，需要打2下。咱们这个武器呢，我不用到最后了。后面的时候咱们要换成终极武器，因为打后面的 BOSS 还是那个好用一点。好，大家注意背景的那个月亮，它跟上来了，就说明这东西不是一般的月亮。你看你往前走，它比你走的还快。一般来说呢，你看着它是不动的，但是这个比你走的快，这就不对劲啊。一会儿它应该还会变身的。这个货我一下打不死它。为什么现在屏幕拖慢呢？因为实际上下层楼下也是有很多敌人的。好，这个月魔化了，看起来是很多怨灵的集合体。那它的攻击方式是一会儿下来砸你，并且呢可以把地表破坏让你直接掉下去。这个要躲一下，砸出一个大坑。幸亏呢咱们有2段跳。
如果在前座跳出去了，那这个人就交出去了，就落哪儿你就闭着眼睛跳吧。但是本座呢，这个2段跳还可以再改变一次方向，你可以跳出去之后垂直的跳一下，或者向后跳一下都成。所以说这个跳跃呢，灵活性要好多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小技巧要注意，你不要每次呢都快速的按2下跳就使用2段跳了，也不要每次都跳到最高点然后再使用2段跳，这个时机呢要好好掌握。有的时候你要故意把它往下放一放，再往前跳，这样跳跃的距离和轨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距离和轨迹就决定了你这次跳跃这条命还在不在。好的，前方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啊，来吧，他特别肉啊，看起来是一只食人魔，肚子非常大。它呢3种攻击方式，一个是跳劈，一个是吐远程的攻击，还有一种呢是冲刺。冲刺攻击是最难防御的，那怎么避免它冲刺呢？就是和它站中距离，不要站近距离啊。站近距离的话，它吐这个能量波这招啊不太好躲，所以说你还是要站中距离。好，下一关第5关了。那其实大家看视频的时候，你看多了你就会总结出来。其实很多人游戏啊，你感觉他玩得好，不是说技术有多好，而是呢他可以及时的总结出一些套路。那这点在有一款游戏上体现的比较好，就是洛克人。尤其是洛克人打 BOSS 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有套路，不是说你反应多快你就能玩得好的，是你套路要总结得好，甚至你可以自己开发套路，这就需要玩家的观察能力、总结能力了。所以说一款游戏玩得好啊，有的时候对玩家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了。这里的地还会陷下去，这里你就要快点跳，你万一在瀑布那儿耽误了时间呢，到这儿很可能没有站稳，落脚点就陷满。看上面的尖刺啊，一看就不要碰啊。这个东西像是一个鱼，它呢就是本关的 BOSS， 但是目前呢它只是给你制造各种麻烦，在你跳坑的时候撞你，然后呢比如说在这里撞你的落脚点，到本关的关底可以开始打它。现在它就是无敌啊。你看我刚刚第2发呢没有扔出来啊，看这里把人物的被攻击的判定体现的就淋漓尽致。这里呢能够看出2点，那咱们的人物被攻击判定要略小于这张贴图。第2点呢是敌方的长枪那个位置没有攻击判定。就游戏的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清楚，什么攻击最有威胁。好了，这里就是 BOSS 战，要和他打架了。他呢3种攻击方式吧，一种呢就是撞你脚下，第2种呢是把石头撞下来砸你，第3种呢是横向的飞扑。横向的飞扑要等到第2个阶段他才能用。现在咱们可以先打他，等他快挂了他开始扑你了啊。屏幕震动之后咱们就可以跳走了，这个是他扑你的信号。好的，进入2阶段，咱们跳起来勾引他，打点高一点，然后呢在这蹲着输出。又回来了，这次就差不多了。我的这个武器输出不是很给力，它不像那个最终武器，但是呢用这个武器安逸一点。中间这条路线是没有第6关的，所以我就选上路了。下路那个看起来就是红白机版的初代的最后那关，看地图比较像。
这个红魔用咱们的跟踪武器打起来比较省心。行了，换了吧，把这个最终武器掏出来，毕竟就剩最后的2关了。这个家伙会躲你的子弹，你要想打他呢，需要一点套路，最好是等他下来撞你的时候打他。哎，这个头呢，就是第1关 BOSS 的头。在上部作品里边也有类似的设定。好，右边跳下来，跳下来之后，这人是直着落地的。我要说一句啊，这对膝盖非常不好。你看这个武器多弱啊！这个竟然没有穿墙效果。这应该是把咱们变成萝莉的一个怪，因为咱们现在穿着铠甲嘛。啊，这回不变成鹅了。好的 ，BOSS 战。这个大恶魔啊，他的嘴还会突激光，对。其实呢，理想状态下跳起来一次可以攻击到他2发子弹，但是呢，还是不要冒险了。咱们已经打了，马上还有1关过关了，通关了。在这儿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冒险，就先熟悉一下，因为下一关呢，咱们还会再打的。把节奏掌握好了，然后呢，再说打2次的事儿。先求稳，求安全。好了，第7关。这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后1关，最终 BOSS 的部分另算，因为那里只有1个 BOSS。哎，开场这里我利用到了一个 bug， 就是直接跳上来了。其实以这个台阶的高度呢，你直接跳是上不来的，但是呢，屏幕刚才卷轴往上走了一下，这样就把咱们带上来。刚刚那个小恶魔把我的盾干碎了，手里现在没有盾了。好，在这儿清这个鸟头，2段跳。其实玩的猛的大神们啊，直接跳到右侧的平台上去和他刚正面了，但我是不敢那样干的啊。在这儿把盔甲丢了，还是比较难受的。又一个鸟头。敌方被攻击1次之后，它有一个受创的硬直，这个硬直当中呢是无敌的。上个楼梯这么费劲啊！又一只红魔，等它撞好，因为它能吃2下。在这儿有2个鸟头，这个鸟头呢还会发射子弹。那好在咱们现在的武器能够把这个子弹呢打碎。这里要小心一点，这个子弹的攻击范围啊，要比它的贴图要稍微大一点啊。你如果想不被打，你还是要对对面有所了解的。好了，这里过来了，马上要开始连续的 BOSS 战的部分了。本关要打一个大恶魔，一个超恶魔。超恶魔是绿的，这果然被绿了才能变强是吗？这些幽灵十分讨厌啊，清他们，清他们。这里好好清一下，他和宝箱怪一起出现，左右夹击啊，左右撞你，基本上这个铠甲就会丢。所以咱们先清一下屏。往前走呢，他们不会再跟来了。行了，可以安全的打 BOSS 去了。这里呢，连续的 BOSS 战。这个大恶魔上一关打过了，咱们这次呢就跳起来1次打他头2下。这里这个台阶比较讨厌，如果咱们还是使用弓箭的话，可以在这儿卡位打。
二段跳没敢跳，激光过来了。这么抗打，好的，大恶魔。这个货呢，他这个攻击方式需要蹲着躲，这个范围太广了，而且他吐这个火呢，也有飞得非常远的，这种火就飞得非常远。咱们给他往后打一打啊，找个机会跳上去。又打了头2下。10几下了，没怎么着，好像。好，关了。这样咱们可以打最终 BOSS 了。最终 BOSS 的难度还是有一点的。而且呢，我的打法中间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背板的地方。这个非常严格，你稍微差一点呢，这个子弹就会打到你，它的判定就会判定到你身上。一次起来基本上能打他5下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只能打4下。这次又打了5下。第3下没打到，就是这下大家注意，看齐。看起来激光是打到了，其实呢，它是一个判定的盲区，但是这个地方落点要非常准。我站的平台位置已经不能再往右了，再往右呢就会被打到了。好的，这样通关了，又把公主救了出来。这个公主，估计和碧琪是闺蜜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魔劫村掌机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